欢迎回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分别与西班牙首相黑山总统通电话。通话中，习近平表示，中欧务实合作显示出巨大潜力，中欧关系的关键是妥善管控分歧。中国愿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外界注意到，近段时间以来，欧盟追随美国大打人权牌，致使中欧投资协定遭遇挫折。周四，商务部强调，中欧投资协定是一项互惠互利的协定，有利于中国，有利于欧盟，也有利于世界。习近平在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通话中强调，中欧务实合作显示出巨大潜力，可以预见未来中欧关系既拥有新的机遇，也面临各种挑战。关键是要牢牢把握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大方向，妥善管控分歧，维护合作共赢的主基调。希望西班牙政府为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在同黑山总统久卡诺维奇的通话中，习近平指出，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等机制带动下，两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成果突出，双方应在多边事务中保持密切配合，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毅维对深圳卫视表示，习近平主席同一天与2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通话意义重大，与西班牙首相的通话发出了中国致力于与西班牙为代表的欧盟传统友好国家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的明确信号。习主席跟西班牙首相通话，很大程度上要把握中欧合作的这样一个大的方向，因为现在美国呢不断在搞破坏，大家很清楚的。这个时候呢，通话呢，应该讲呢，对于中欧合作，尤其是现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气候变化经济的复苏这是非常重要的。外界还注意到，上周六，立陶宛以欧盟团结为由，宣布退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跨区域17+1合作机制，令国际舆论哗然。王毅维认为，习近平此次与同为中东欧国家的黑山总统通话，双方都释放了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的正义呼声。尤其久卡诺维奇总统还表示，对黑中两国和中东欧国家中国未来合作更加蓬勃发展充满信心，更加说明立陶宛的行径阻碍不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大势。这都没有关系，不影响它的。我们现在更加强调高质量的建设“一带一路”，高质量的搞17+1的合作，所以要增强对中国中东欧合作的信心。近日，欧洲议会粗暴通过冻结中欧投资协定审议的动议，给历时7年35轮谈判的中欧投资协定的顺利推进蒙上阴影。周四，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有媒体询问协定中中方做出的开放承诺是否也会暂停。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中欧互为重要经贸伙伴，合作领域广泛，企业交往密切，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在当前疫情形势下，中欧贸易持续增长，双向投资稳中有升，充分展现了中欧经贸合作的韧性和活力。中欧投资协定是一项互惠互利的协定，有利于中国，有利于欧盟，也有利于世界。深圳卫视注意到，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近日还多次与欧盟国家相关负责人举行视频会谈。周二在与法国外贸部长级代表李斯特会谈时，王文涛表示，中欧投资协定是一项平衡、高水平、互利共赢的协定，希望法方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协定尽早签署生效。李斯特表示，法方真诚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法投资，愿为中国投资者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同一天，王文涛在与芬兰经济事务和就业部部长林地来举行视频会谈时，也就推动中芬经贸关系高水平发展交换意见。其实不光是那个欧方的这个企业，其实对欧盟的有一些政治家来说他们也是意识到中国这个市场的重要性，应该说是越来越重要现在是中国是欧盟的这个第一大贸易伙伴那么这个我想那个今后从长远来看，这个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这个地位只会是越来越强化。对很多的这个行业来讲，对这个市场的这个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它在全球市场、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的这个地位。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协议它是双赢的。
有分析认为，由于欧洲议会此次冻结投资协定审议不具法律效力，欧盟及欧盟27国政府尚未表态支持。尽管带来不确定性，但不意味着投资协定告吹。像德、法、意等有影响力的欧盟大国，绝不可能无视中欧投资协定为自身乃至整个欧洲带来的机遇。中欧投资协定能否重启批准程序，将取决于欧盟内部利益及意见能否有效整合。所以这个问题上呢，就僵下来了。但是有识之士也好，明眼人都很清楚，是欧盟现在很着急，欧委会很着急，他自己谈判的嘛，他当然很着急，对吧？他现在很怪这个欧洲议会。第二个，欧洲成员国也很着急，有很多觉得这个中国的合作还是不可取代的。现在印度的疫情这么严重，你什么要分散你的供应链，要取代中国的地位，怎么可能呢？第三个呢，欧洲的企业更着急。只有一个统一的中国投资协定，中国对欧洲的投资才能更多的法律的保护，欧洲呢对中国的投资才能进入更多的中国的这样一个市场，才能赚更多的利润。所以欧盟这些企业他又不傻了，他很清楚不要成为美国的一个工具的。所以呢，法国德国这种欧洲的大国尤其很着急，所以对欧的工作呢一定要有耐心。欧盟呢它反应的比较慢，但他一旦转过弯了以后他也会认真的去做一些事情，也是能做一些事情的。当地时间周三，欧盟对外行动署秘书长萨尼诺在布鲁塞尔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并举行了美欧高级官员首次中国问题对话。会后，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显示，会谈涉华内容非常多，包括涉疆、涉港、涉台、南海等。谢尔曼在推特中就大谈与欧盟的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和民主价值观的共同承诺。不过，联合声明还宣称，美国和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包括合作、竞争和制度性对手的要素。值得注意的是，美欧有关中国问题的对话虽然启动于特朗普政府时期，但这一美欧强化协调对华政策的措施也得到了拜登政府的支持和延续。实际上，在原来特朗普政府期间呢，美国对欧盟呢，施加了在经贸领域中间施加了很多的压力。美国和欧盟至少在经贸领域中间，其实是有很多的争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呢，实际上呢，那么欧盟的有一些政客呢，就是更加倾向于呢，要对美国这个做出一些妥协按照美国主导的或者是美国的一些意图可以说在某些方面呢也交一些投名状。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别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同西班牙首相通电话，强调中欧要妥善管控分歧，维护合作共赢的主基调。那管先生，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中国国家元首同西班牙首相的通话，他所涉的议题呢很重要、很广泛，备受国际媒体的关注。那么，包括路透社等等国际媒体都就这一次通话呢发布了消息。那根据新华社的电稿，我个人梳理，通话内容呢是在2个层面展开的。那么其一是中国和西班牙的双边关系，强调呢中西互为重要战略伙伴和重要的合作伙伴，那么如何来进一步的深化合作、强化支持。那第2个层面呢是关于中欧关系，那么这是媒体的一个普遍关注。习近平谈到中欧关系时呢，有多个关键词，包括机遇、挑战、大方向、主基调等等，态度非常积极。这充分显示中国最高领导人高度重视对欧关系，高度重视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务实合作与谋划经略。那么习近平并不讳言，现阶段中欧关系面临挑战，他强调要妥善管控分歧。媒体聚焦于此呢，这当然是因为中欧关系正在面临最新挑战考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欧洲议会刚刚宣布冻结中欧投资协定的讨论，媒体显然希望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最新表态中来捕捉信号。那么您认为国际媒体捕捉到了什么信号？今天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回应相关提问时强调，中欧投资协定互惠互利，有利于中国，有利于欧盟，也有利于世界。那么您怎么看协定在欧盟的前景呢？我注意到新华社的通话电稿中并没有提到中欧投资协定，那么媒体聚焦妥善管控分歧，但是更应该全面完整地理解中国最高领导人相关表述的语境与内涵。事实上呢，在强调妥管分歧的同时，习近平也强调要维护合作共赢的主基调，要牢牢把握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大方向。所以中国最高领导人对中欧关系发展的定位是非常积极的，对发展中欧关系也是非常坚定的，不会因一时一事而受到干扰。
当然了，这更是对欧洲方面的一个战略提醒。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西班牙政府发布的官方通话声明中呢，就明确指出，桑切斯对习近平表示有信心在批准期待已久的中欧投资协定方面能够找到共识。一定程度上，这可以视作新华社电稿有关西方建设性作用、积极性作用的一个内涵阐释。西班牙当然是欧盟的大国，也是重要的成员国，必须要指出，桑切斯对中欧投资协定的积极态度，在欧盟大国中是有普遍性的。《纽约时报》之前呢就特别指出，中欧投资协定一直是德国总理默克尔长久以来的优先事项。他坚信，对衰落的西方而言，面对快速崛起的中国，最佳策略呢是接触而不是对抗。